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的声音比较奇怪，因为我在感冒发烧。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我们在2023年的12月21号入住智利圣地亚哥的一间公寓时的画面。当时的我们还很开心，完全没有预料到一场纠纷、欺诈将从这个公寓发生。我们在这个公寓一共住了6天，期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听我一一道来。在我28号到达秘鲁的凌晨时分，我收到了这位房东在 Airbnb 上发出的赔偿要求，顿时我的自责和不安就没有了，剩下的只是愤怒和担心。我没有想到，一位堂堂的律师竟然用他的谎言和贪婪来惩罚我的诚实。虽然我什么也不是，但是我决定用事实来跟他搏一搏。他一共要求我赔偿4件东西，一个是马桶水箱里的配件，一个是一个污染了的毛毯，还有就是我污染的那个床单和我污染的浴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说为什么他是在敲诈我。首先我要说一说这个被污染的毛毯。这个毛毯从我12月21号进驻这间公寓以来，我从来就没有动过它。当天的温度高达33度，在我入住这间公寓的这1周以来，一直都是高温，最高的温度甚至到了36度。这个公寓里只有1个风扇，没有空调。如果我要打开窗户睡觉的话，外面很吵，我只能关上窗户，关上门睡觉。室内温度至少也有25到28度，这种情况下，我有什么必要用这床毛毯？然后这儿有个柜子，请看，这就是我入住的时候毯子当时的状态。那个就那么乱七八糟的揉在上面的。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会变成最后要我来赔偿，所以我很随意的我就略过了这个画面。入住2个多小时以后，我想把衣服挂起来，可是我发现整个公寓只有1个衣架。这个时候我就去在 Airbnb 上给房东留言，然后我就顺便把这个毛毯的事情告诉了房东。当时他的态度还可以，我觉得他只是觉得奇怪，因为毕竟不是他自己在打扫卫生，可能这一次是清洁工没有做好，他又不知道，所以奇怪是正常的。所以我就很配合的发了照片，说了位置，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，他也表示理解，我就以为这个事情就完结了。可是我没想到后面他会因为这个毛毯来敲诈我。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我在2023年12月21号入住当天拍摄的，是发给房东用的。现在你看到的这张照片呢，是我在退房当天拍摄的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褶皱的对比，从我入住当天到我离开，这个褶皱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可以证明我从来没有动过它。这是房东提交给 Airbnb 的照片，这个毛毯他把它打开以后，看到了这些橙色的这些印记啊，这些根本我完全都不知道，我也完全没有见过。最可笑的是，他还离谱的想要我赔他49990智利比索，相当于400人民币，差不多57美元。接下来我要说说他让我们赔偿的这个马桶水箱里的配件。从这个断面其实完全可以看出来，这不可能是人为造成的破坏，这完全就是磨损老化的结果。当时我就跟房东联系了，我告诉他我们已经请管理员上来看过了，管理员把水关闭了，并且管理员也说了，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，这是这个配件老化的问题。后来这位房东请的水管工也到了，我当着这个水管工的面，我就问他，我就说，你看这个不是我们造成的，对吧？你能证明吧？他斩钉截铁的跟我说当然不是你们干的，这个绝对不是你们的问题。我说你能帮我们打电话给房东说清楚吗？他说当然会的，他说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，我会跟他说清楚的，这不是你们的问题。结果没想到，怎么这个房东竟然向我们发起了索赔，真的是我真的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把这个问题会归结到我们的头上，让我们来赔。他要求我们赔偿2万智利比索的人工费，相当于22美元多，差不多就是160人民币。现在 Airbnb 要求他提供要我赔偿的这4件东西的收据，他现在拿不出收据来，他就说修理马桶是给的现金，所以说没有收据。他现在目前为止只提供了1张收据，就是购买这个马桶配件的这个收据，价值是1850智利比索，和2美元多一点点，15人民币不到。
关键是这个收据跟我也没有关系，不是我破坏的。水管工已经明确的跟这位房东说明了情况，不是我们造成的。为什么他还要发起这个索赔？这不是恶意欺诈，这是什么？现在来讲被我污染的床单的事情，我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，这是在我们2023年12月27号早上退房的时候我拍摄的。当时的我充满了自责和不安。我闯祸了。我们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租的民宿里，我不小心把指甲油给弄到人家的床单上了。你看是这样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擦过指甲油了。然后那天我就说，反正闲着没事，我涂点指甲油吧。结果呢，它这个地方因为太小了，我就懒，我就没有到客厅里去。那个客厅也很小，我就直接在床上就在那儿涂指甲油了。然后哪不知那个指甲油的瓶子一下子就倒了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了。还好有一个浴巾垫着，然后剩下的这个部分它就染在了浴巾上了，还好就没有进到床底下去。就是这样。后来我就跟房东联系，我就说我想买一套一模一样的床上用品赔给他嘛。我就在网上找，没有找到同一个品牌的，这个品牌的名字叫 Miga。我就想着一定要买一模一样的，而且尺寸大小质量同一个品牌一模一样的赔给他。为了怕自己买错呢，我就联系了房东，我就跟他说了这个问题，我说非常抱歉，我就一直跟他道歉，我说你不要生气，我说我买一套一模一样的赔给你。结果他就坚持着说不需要我买，要我经过 Airbnb 来解决。我当时我就很疑惑，我就想说我赔给你不就可以了吗？我赔新的给你，这样的话也不用麻烦别人，然后你这边也不会有任何损失，我这边呢也赶紧去买了，就把这个事情就了结了嘛。他就坚持说不行，你必须通过 Airbnb 来解决，我不要你买，我要你赔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结果后来我就没办法，我就跟 Airbnb 的客服留言，然后客服就联系了他，然后又回复跟我说房东的要求就是说退房的当天，然后再看需要我赔多少，再从 Airbnb 上付款就可以了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是这样了。其实我已经找到了在哪一家超市买，就在离我这儿不远的地方，走路也只需要20分钟的叫 Sodimac 的这么一个超市里头有卖它。我后来发现他们家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出自那个超市，有这个品牌 Miga， 然后尺寸是1.5米的，就是 Dos Plazas， 就是2个人的尺寸。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同一个尺寸同样的这个产品一模一样，但是他不同意，他必须要通过这个来索赔。那我现在就只能是这样咯。然后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收拾好了要离开了，我就等着他来解决。但是等到现在他也没来，估计是他也不想跟我们见面，他就想通过我们走了以后，他自己来看了以后，然后提出索赔是多少，然后让我们来赔，就是这个情况。我真的是头晕了，我真的是怎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？这个事情是在平安夜的前一天发生的，为此我整个平安夜、圣诞节什么的，我都已经是当天我就已经非常焦躁，而且非常不安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，我觉得自己是闯祸了。我当时我就惴惴不安，一直跟他联系，然后他就坚持说不用，你就通过 Airbnb 来解决。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是这样的，都怪我自己。现在就等着解决办法，看他索赔多少吧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我做的床上用品的对比图，左边是我在这位房东的公寓实际使用的床上用品，左上角是他购买的同款产品，所有的参数都是一模一样，我已经仔细的对比过了。左下角是我拍摄的照片，右上角是他索赔的床上用品的价格，右下角你可以看出来，这套床上用品跟他们家的床上用品完全就不一样，这是很明显的不一样。所以我做了一个对比图，你可以看看这位房东有多贪婪。同样，我在这个超市也找到了和房东家一模一样的浴巾，我仔细对比过了，价格是13999智利币索，
可以买到3条，我只是损坏了其中的1条浴巾，那么它的价格应该是13990的1/3，也就是4666智利比索。房东现在要我赔偿的这条浴巾的价格是24990智利比索，高出实际价值的5.35倍。这件事情呢，是我错在先，我不应该污染他的床单和浴巾，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是在真心的想弥补这个错误，想让他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去买新的来赔给他，但是他不愿意。后来我接到了他的赔偿要求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想要的并不是解决问题，他想要的是钱，是赤裸裸的欺诈，而且他在这个上面他撒了谎，他明明知道马桶配件和毛毯跟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是他也要我赔，还有他要我赔的床单和浴巾远远高出他的实际价值，这就是恶意欺诈。我在预定这间公寓的时候，我是看过他的个人资料的，他有20多条评价，而且评价分都不低，他还是超赞房东，身份是律师，那我想这样的身份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我就相信了他，可是没想到现在却落得这样的结局。我现在等着 Airbnb 来解决，看看最后是什么结果。如果你感兴趣，欢迎你来看后续。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次给大家带来很多负面情绪，那很抱歉，等到有后续了我再来更新。那这次就先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陪伴，咱们下次再见吧。